嘿，我是台湾妞，我是喜娜。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韩国行前必看内容。最近真的很多人来韩国玩，讲过地铁篇啊，或是地理概念篇啊，某一些地区的攻略啊等等的，就是行前呢有一些你可以预先准备的东西呢有什么，然后有一些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风俗民情的地方，整理一个小小这一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咯。第一个来跟大家讨论就是韩国的餐厅跟咖啡厅里面不一定会有厕所，厕所通常都在外面。去厕所的时候通常会跟店员要密码，因为那个厕所会被锁起来。这个状况包含你去连锁的咖啡厅，它有可能也是另外有密码，那只是连锁的这种比较有规模的话，它有可能会把密码印在收据的下面，但是因为它写的都会是韩文，所以你还是不会知道。然后跟它可能会在柜台的地方啊，通往厕所的道路的地方，它可能会有个小白板啊、小黑板，上面会有写密码，对，很有可能会错过。但是你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你可以先注意一下，如果室内确定是没有厕所的话，去问店员说厕所在哪里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旁边会不会有挂钥匙，厕所特别有钥匙。那有的厕所是有密码锁，那如果是密码锁的话，你需要知道密码是什么这样子。而且韩国还蛮常，很多间餐厅或很多间咖啡厅共用一个厕所。对，没错。然后另外呢，如果你是去那种晚上喝酒的地方，整条街都是吃烤肉的啦、居酒屋啦的那种的话，厕所大部分也都是在外面。那比如说他在这栋大楼的1楼好了，那他可能就是会跟你讲说，你等一下出店了以后右转进大楼，1楼跟2楼的中间，他就会叫你上半层楼啊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发生这样子的状况的话，请大家结伴同行。像这种在大楼里面的厕所，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因为职员已经下班啦，或者是整栋大楼是已经清空的状态，会有比较高的危险性。你也要担心，那里不会只有那间餐厅的客人使用。对，常常在附近活动的，他们知道那栋大楼里面是有厕所的，所以也可能会去使用。那也就是一个比较算治安死角的地方，请大家一定要结伴同行。我还有碰过是男女共用的。对，它里面厕所里面就是有小便桶跟马桶，所以你可能进去的时候刚好男生会走出来，觉得那个有点危险。所以他的厕所不是在店里面的，请大家就结伴同行一下这样。再来就是你这种厕所可能是附近所有的餐厅都是共用这一间，那栋大楼的可能1、2、3楼都是商家都共用这一间，所以里面不会有卫生纸。请问谁要付那钱？像这种状况的话，你就是要从你所在的餐厅里面呢，直接带那个卫生纸去厕所。关于上厕所的注意事项。那如果呢，你并没有身在某家店家里面，但是你又真的很想要上厕所的话，你可以下载 Naver 的地图，在 Naver Map 的地方输入韩文的花江血，我们会把这个放在我们的说明栏里面，找厕所的时候可以使用它来看看。大家真的很急的时候，去办公室大楼最方便，通常1楼都会有洗手间。再来是观光客来韩国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个困扰，就是订炸鸡，对，这些都没有办法订外送，因为呢，这些外送的软体现在基本上都是要绑手机门号的。但是呢，这个外送的软体本身并不会有实名制，它只要你有一个门号，你就可以订。所以如果你们是来玩的话，你们要叫计程车叫这种外送的食物的话，你去办那种有网络的 SIM 卡，就是有连号码的，那你就可以使用。可是呢，如果你是要使用一些购物网站、会员卡集点等等的话，这些全部都要透过实名制才可以使用。其实台湾现在也慢慢有蛮多实名制，就是都要绑手机门号的。对。可是韩国很严格的是，你这一只手机绑了你的名字，所有的东西，比如说像 Kakao Pay 啊或什么的，实名制是你要同时输入身份证字号、手机号码，在电信公司那边线上连线，然后确定你全部是同一个人，你才有办法使用他们的这些结账系统。那种比较复杂的就是你在韩国要有签约门号才有办法使用的。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要订炸鸡的话，可以请饭店或者是民宿帮忙。对，如果你没有电话号码的话，就是请饭店帮忙，对啊，不然就是打包。那为什么韩国要执行实名制这个东西呢？就是要避免网络犯罪的发生。就像我们那个 YouTube 留言哦，很多匿名的没有实名制的话，就很容易会有犯罪的行为产生，所以韩国这边才会做一个实名制的认证。我觉得韩国真正实名制开始实施，主要是因为所有的支付开始电子化以后，要避免盗刷，然后避免各种支付上面的纷争，他们实名制才有比较明确的落实。不然其实在2002年国会这边开始讨论，一直到2007年等等中间的改革，电子支付之前其实有先强制网站流量，一天的浏览人次超过30万人的时候，你的会员全部都要实名制，都要认证身份证啊什么。但是那时候做一做，为什么突然又没有做了呢？因为这些网站他们拿到实名资料以后，请问要怎么管理？保安问题是一个很大问题，因为那时候就发生一个大型网站的资料流出事件。今天国会你要求我们就是要实名制，可是你并没有给我们其他的措施。我的保安有国家认同安
安全的保安系统可以使用的吗？这是一个大型的配套措施，但那时候是没有的。又发生了网站内资料外流的问题，而导致实名制一阵子又紧缩，因为大家会变成说这个网站要实名制，我不要使用，因为我的个资可能会外流这样子。但在后来又发生了肉搜事件啦，最大的事情应该大家知道的雪莉自杀事件，更加强只需要实名制，是你要对你在网络上面的言论负责，跟我们一开始成立实名制的理由一样，是要抑制网络犯罪嘛，口舌之罪，还是你真的就是金融诈欺，然后才一直衍生到现在的，算是蛮落实。第三个呢是韩国餐厅的小菜几乎都是可以续的，点餐之后呢，老板就会送来很多盘枪嘛小菜，哪一个吃完就是可以跟老板再要那一份。那大家在叫小菜的时候有些礼仪啦，你有续小菜的话，我会建议尽量把它吃完。那如果像口味比较重泡菜啊这种的话，的确会比较困难，那你可以留。工法比较繁复，不像泡菜这种直接拿出来剪一剪就好了，就那种手工小菜的话，如果你追加了，我就希望大家尽量还是可以把它吃完。这并不是一个韩国文化的制式规范啦，可是那就是一个礼仪啦，对对。跟韩国餐厅有部分餐厅它会是自助式的，小菜区可能会有一个 self bar， 就是你要自己去夹那个小菜，吃完就去夹，不要夹了一堆然后都不吃哦。特别是观光客，很多腌制的小菜可能会不合胃口。一开始的话，大家可以先吃个1-2口，之后再决定要追加哪个比较多。再来是韩国餐厅几乎都只提供冰水，很少有温水或热水，或者是麦茶，对不对？对，几乎每一家店都会有饮水机，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带水壶出门，所以如果你们去餐厅用餐的时候，用桌上的水壶把你们的水壶填满，这些是不用看脸色的。对，可能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就算是冬天来，桌上还是给你冰水哦。日本也是啊，冬天也是超冰水，而且日本的还会加冰块。韩国的还没有冰块，因为他们是饮水机，所以你如果真的很怕冷，尽量自己带热水在身上这样子。那如果说你真的很需要热水，可以跟店家要，因为他们有饮水机，所以其实倒一杯热水来给你呢，并不是很困扰的事情。肩膀还小的时候，确实有跟店家要过热水，跟小朋友出门有时候需要吃副食品嘛，是可以跟店家说帮我微波的，这些餐厅是可以帮忙的。然后我想要补充一个，其实韩国的餐厅基本上都会有儿童椅，这一点是还蛮棒。但不要说是酒吧那种是不可能会有但是基本上我去过的所有的店几乎都会有提供儿童餐椅。那塑胶杯碗他们也有，我觉得一半一半，大部分人都有。台湾妈妈都会自己带，大家都会准备剪刀。旅行的一定会自己带。跟韩国餐厅基本上都会有剪刀啊，因为台湾餐厅很少用剪刀，常常忘记带我女儿的食物剪。但是因为韩国几乎所有的餐厅绝对会有食物剪，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还蛮多妈妈来问我说，韩国旅游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我觉得最不方便应该就是地铁啦，因为楼梯搬婴儿推车很不方便，尤其是大家的观光区都是在北边，地铁比较早发展，所以他们很多出口是完全没有电梯的，这个是真的不方便的。再来就是大家记得带转换插头，因为韩国跟台湾的插头长得是不一样的嘛，会有蛮多的误解的，觉得只要转换插头就好了，没有，因为韩国是220V，电压很高，如果你使用的电器没有旅行压，会直接烧掉。没错。所有你要带出来的电器呢，你后面看一下充电坝的地方，它下面都会写很小很小的字110啊或220啊，对，通常会写110到220，会有一个到这样子。那如果说它没有写到，它就只写了110的话，那它就是完全不能用220，接220瞬间是烧掉，会烧掉。通常像是手机、相机这种基本都会有旅行压，比较没有旅行压的大概就是吹风机啦、刮胡刀，就是要特别去买有旅行压的，不是说只要带转换插头就好。再来就是百货公司几点关门，这件事情其实跟日本一样。对，很早关，8点，它好像10点，是不是啊？对，韩国的百货公司基本上都是8点关，像明洞的那种店家基本上都是10点关，还有 COEX 大家最喜欢的星空图书馆，它6点就关了，它6点就关，超早的哎。对，如果你是要去那种整个 mall 的里面的，你要注意一下时间。像我之前也常常忘记，就是去百货公司里面吃饭，吃晚餐是7点进去，然后点完餐就说哦，我们等一下要结束，然后对，8点了。对，他们的 last order 通常都是在打烊时间的前30分钟，或是打烊时间的前1个小时。打烊时间跟 last order 时间又不大一样，这也要注意一下。韩国的旅行跟以前有很大的变动是，以前他们下午是没有休息时间的，现在韩国的餐厅下午也都有休息时间了。没有一定，大部分的 break time 是下午3点到5点，遇到几乎都是3点到5点这样子一起给大家参考。超级多哎。然后跟韩国的餐厅呢，或是可以逛的店家，大部分都是早上10点或者是11点才会开门。
基本上你来韩国玩的时候，比较要担心的是你早上的早餐时间，以及晚上8点过后以后你要干嘛。这2个时间的话，比较需要注意一点，跟台湾的作息时间会有点不大的一样。对观光客来说，哈，怎么这么赶这样子？特定的餐厅，韩国是称 surchi，就是像那种烤肠店啊，它很长都只有晚上才开，通常都是下午5点才开始营业。可是他们会开到半夜2、3点，这种店的话，你们就可以放到逛完腿都快要断了的以后，半夜去吃这些店，安排一个宵夜时间。再来呢，大家来韩国玩也要搭公车的话，今年开始4、5月吧，韩国公车是不收现金的，需要用那个交通卡去BB。大家就是都会统一用 T-Money 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呢，韩国的公车站呢，基本上你不用招的，车来了以后它就是会停，它就会停。这我其实真的是过了很多年我才发现，我想要大家怎么都不招手啊？我刚来的时候会招。对啊，大家来的时候也要知道 Google Map 是完全失灵的，所以你们来的时候就是要下载，不管是 Kakao Map 或者是 Naver Map， 他们其实都有英文的界面。做功课的时候，你有想要去的店家，我会建议你们英文跟韩文的地址都储存下来。这样子的话，你在使用 Naver Map 或者是 Kakao Map 的时候，你会比较方便。它里面都会有一个直接可以看地铁图的，看你要去哪一站。总而言之，你用 Google Map 就是 GG。再来是韩国药局的营业时间，基本上是跟随诊所的营业时间，真的很少有遇到一家药局它完全不依靠诊所，因为我觉得台湾很多，韩国我几乎没有看到过。那韩国很多诊所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就下班了，也就是你晚上6点过后你要买药会蛮有困难的，除了少数有几个有挂药局 logo 的便利商店，它里面会卖一些止痛药、肠胃药这种比较大众性的药会有。那种便利商店你要上网找，以韩文不会的观光客来说是很辛苦的，所以请大家注意，药局就是早上10点到下午6点。周末的话，礼拜6只有早上开到大概12点或者1点，下午就没有药局咯。礼拜天也没有药局哦。对，前阵子有版友问我说，明天是礼拜天，看医生有没有地方，他后来跟我讲说有找到有开的店。我现在讲的都是大部分，我不会跟你们讲说礼拜6下午绝对没有药局，或者是礼拜天绝对没有药局，我只是说大部分的营业时间是这样，那一定会有例外。就是想要跟你们讲说，如果你觉得已经开始有点不舒服，微微的喉咙有小看疼疼，预先把药买下来比较好，不要到时候打烊买不到药。所以如果你有带小朋友来，韩国真的小儿科几乎晚上6点7点以后就全部关门。之前也是肩膀发烧要送急诊，没办法，晚上之后真的都没有小儿科，所以奉劝各位，如果带小朋友出门，你绝对要带在身上，就是退烧药跟耳温枪，不然真的临时发生什么事情，你真的找不到人打给喜娜。也是可以私讯我啦。然后我前阵朋友来，他是说韩国地铁转车转线的路程是真的蛮长的。要走很多路，因为他从日本来，他说日本也没那么长，尤其是首尔的转乘路线。日本设计的比较是城跟浅城之间的移动，比较不会是从这个路口走。对，但韩国是这样，大家可能要穿比较方便的鞋子，而且首尔很多山坡地，很常要爬坡什么的。好，以上呢就是帮大家整理行前的一些须知事项，那希望对你们来韩国旅程会有帮助咯，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那如果大家对于韩国旅游有什么疑问，或者是有什么想问，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问我们，我们就会另外再做成一篇再帮大家解答咯。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对，开小铃铛。我是台湾妞，我是娜，拜拜。